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五转骑士的每一个技能。由于五转没有形成新的流派，我就不做流派演示了。这期影片主要是分析技能强度，减去大家自己测技能的时间。铁卫连斩是一个骑士少见的优秀单体输出技能，神话阶级就有335%的伤害倍率，不朽甚至达到了450%的恐怖倍率，已经成为了 PVP、圣兽以及混沌的不可缺少的常客技能。甚至斗士的顺延突袭在不朽阶级都只有257%的倍率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轻量级的碎星斩。竞技场放在碎星斩前面也可以有逼，是要避免出现碎星斩打幻兽的情况。这个战绩简单明了，也很实用。缺点就是不是元素伤害，并且不是先手释放。如果满分5分，那么物理骑士和水骑我会为这个技能打4.5分，光骑则会打4分。一决胜负这个技能最早在内测刚刚出现的时候热度挺高，无冷却嘲讽的同时还有不错的倍率伤害，并且对行动力的消耗也很友好。不过在我多次测试以后，实际上这个战技并没有想象中的好用，在对战等级更高的敌人时几乎没有任何嘲讽能力，而在 PVP 中则具有较大的使用风险。因为一决胜负这个战技在伤害上面不如碎星斩和光明剑阵，也不如同为五转的铁卫连斩。基本上 PVP 带这个技能的骑士玩家都会选择钢铁信念作为减伤辅助，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有风险的原因，因为实战当中没有那么大的嘲讽概率。据说策划准备把骑士所有的对怪嘲讽几率全部变成100%，不知道会不会实行。如果会改，那么我会给这个技能打4.5分，但就目前而已，只有1.5分。领域转化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大部分骑士在自强国度中的玩法，和悲鸣之刃高度绑定，同时也可以配合以守为攻。虽然自带的受治疗效果可有可无，同时还要携带悲鸣之刃，占据多个秘法空间，但是仍然不影响它在实战中的发挥。在对群中，只要还有一定数量的敌人，那么它就可以一直为玩家提供巨量的护盾。可以说，在对群这方面的功能性是绝对顶级的。但是在此之外，这个秘法的实用性就会大大降低，尤其是在副本抗伤和 PVP 当中，能够提供的护盾量就远远小于4转的命魂守护。取决于玩家能够造成的伤害，通常有5个以上的敌人，这个秘法能够带来的收益就大于命魂守护了。除此之外，这个秘法还催生出了另一个玩法——无限炸盾流。光明剑阵的每发攻击都能触发悲鸣的吸血，同时进行多次爆破，短时间打出巨额伤害。论伤害而言是远远超过常规炸盾流的，但是这种玩法能够使用的场合却依旧苛刻。战阵鼓舞、光明剑阵、挑战之星、水月之丝，这4个战技配合熊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优秀的巨怪手段，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炸盾环境。秘法可以选择波纹冲击、冰刃寒光、灵月转化、悲鸣之刃。水清河比较高的水骑玩家可以考虑把冰刃寒光换成以守为攻。不过要注意的就是灵月转化这个秘法目前似乎是有 bug 存在。第一回合先手进行攻击的时候，挑战之星无法造成吸血效果，也就意味着第一发光剑无法破盾。不过总体来讲没有大碍，缺的点和常规炸盾流一样，只能用在越战上。同时如果四面八方的怪物一起攻击，那么4把光剑等同时释放的瞬间只能造成1次爆破伤害。不建议用在 PVP， 因为克制这个玩法的方法有很多，然后就是这个秘法只受治疗加成效果影响，所以最好不要携带圣灵加护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技能我会打5分的满分，所有的元素企业适度能用得上这个秘法，可攻可守。不过由于这不是组合技能，所以我不推荐任何玩家使用自选技能在它上面，只要带上就可以了。破晓之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技能，先消耗护盾，再攻击，属于典型的群伤战技，通常用来搭配灵域转化以及悲鸣之刃共同使用。一样的，
通常在能够一次性攻击至少5只怪物，并且携带其他多个群伤技能的时候，会有比较有明显的伤害，并且通常会放在最后使用。这个战绩没有明确的伤害倍率，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计算一下好了。如果我使用另外2个群伤战绩，一回合能打中5只怪物，每个战绩每只造成200万伤害，总计就是2000万伤害。再配合3.5%的吸血量，大约是70万的回复量，算上悲鸣和灵月的固定回血，总共大约是120万左右的治疗量。那么这里130%的转化比例就是156万的光元素伤害。作为一个没有冷却的群伤技能来说，这个伤害量是要高于一决胜负的，很适合宝石这种刷图关卡。除此之外，我并不推荐，因为使用这个战绩以后，玩家的抗伤能力会极大幅度减少，相当于8个技能栏中至少要带6个和抗伤无关的技能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技能我会给打2.5分。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能用得到的地方，但是并不是完全没用。圣灵集辉是一个任何玩家看到都会喊一声“哇”的技能。不朽阶级拥有将近190%的倍率，还是无冷却的群体伤害，甚至还吃光亲和，这么优秀的属性，哪个骑士不爱呢？由于出色的伤害倍率，即使是物理骑士，也可以在战斗中使用这个技能作为一个主要出伤手段，甚至超越了强袭冲撞的数值。大家可以对比以杀不朽的流刃火舞，一个是斗士平均每回合250%倍率的单体出伤，一个是骑士每回合稳定190%群体出伤。虽然轮单体输出完全比不上铁卫连斩，但是轮骑士全流派的泛用性，我会给这个技能5分。虽然不是组合，但却可以成为组合，不是必须梭哈，但是可以考虑梭哈的技能。曙光战列是一个优秀的群伤技能，和无转斗士的扬言风暴有一丝丝的相似。单从伤害倍率来看，这个战绩很明显是用在大怪小怪同时出现的环境的。不朽阶级一回合冷却却只有了115%的倍率，对清理小怪而言，的确不是一个可以优先考虑的选择。如果就论只打大怪的话，介于能吃到光清和360%的倍，帅是一个优秀的数值，甚至可以和叠满寒冷的水舞流刃齐平。在圣兽以及混沌中，会是一个优秀的光骑优选技能，在国度中也相当给力，满分5分。这个技能我会给4分，毕竟对小怪的伤害确实有点低。神魂庇佑是一个有真空期的保护技能，2回合冷却持续2回合，这就意味着必定有1回合队友是没有减伤效果的。通常怪物没有进化技能，所以这里的不可被驱散，主要是为挑战赛设计的。但是由于这个战绩不像挑战之心那样开局释放，仅仅只是初始冷却完成而已，这就意味着在挑战赛中的第1回合中，一旦对方使用了多个大范围群伤战绩，那么这个战绩的保护能力就会大大下降，会极其依赖高刻斗士的速行风舞以及自身的速度要求。这个技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战绩，而并非秘法，所以对秘法需求比较大的抗伤骑士来说，还是可以减轻很多负担的。那么说到减伤，我就提一嘴减伤的计算方式好了。当玩家获得了多个伤害减少赛战绩或者秘法效果的时候，算法会优先选择减伤最多的那条属性，再将这几个伤害减伤后面的固定值加起来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同时使用石夫秘术和神魂庇佑的时候，算法只会选择这2个中百分比最高的那个，然后加上2个的固定值。不过这个战绩和庇护之势不冲突，因为一个是伤害减少，一个是伤害降低，还是有差别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技能我会给4.5分，如果可以开场释放的话就是满分。神圣节奏属于典型的长时间战斗技能，不朽阶级的神圣节奏能提供40%的伤害提升，属实可观。
这个秘法比较适合搭配无冷却的战绩以及多个抗伤性技能。破晓之辉、光明见证、微情守护、圣灵加护等技能都可以是神圣节奏的组合对象。由于这个秘法不属于不可被驱散类型的技能，所以在 PVP 中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好，偏向于一个 PVE 技能。这个秘法最大的缺点就是第6个回合才可以获得满额增伤，那么在只有15个回合的羁绊冒险中，并不会吃到很大的红利，基本上属于一个国度以及混沌中使用的技能。满分5分，这里我会打3.5分。虽然增伤确实可观，但是长时间战斗必然意味着要牺牲输出能力，那么在15回合的羁绊冒险和10回合的圣兽中，确实没法发挥出最大效益。养恩蓄锐是一个对战绩选择要求比较高的秘法。如果说招式奉还是一个让你下一次战绩增伤的秘法，养恩蓄锐则能够让你下一回合的所有战绩获得增伤。但是缺点是玩家的战绩栏中不能出现单双冷却的组合，也就是必须全部使用1回合冷却的战绩。这其实挺容易做到，像水骑的战绩就可以比较容易达成这个条件。水舞流刃、水月之丝、双灭之华、涡流怒涛。那么物理骑士也是一样，碎星斩、铁卫连斩、挑战之星、曙光战列。这4个战绩再搭配养恩蓄锐、命魂守护、钢铁信念这3个秘法，就可以有效的做到出伤的同时还有抗伤。最后一个秘法可以根据玩家喜好进行选择，向量反弹、招式奉还，甚至再带一个神圣节奏都是可以的。同时搭配以守为攻和灵月转化都可以。总之，这个秘法发挥空间很大，适用范围很广，不吃技能阶级，也不吃技能等级。无论是平民玩家还是氪金玩家，都可以稳定享受到全额增伤。所以这里打分我会给5分。毕竟刚抽到就是巅峰增伤的技能并不多见。不过要注意的就是，这个秘法的增伤属于增益，所以近期可能后手出招，确保敌人后手时不会清除你的增伤效果。如果没错的话，不朽的圣盾武装可以提升接近28%的反击伤害提升，而且固定伤害在配合向量反弹时也有明显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由于反射装甲有更高级别的补充说明，所以尽管反射装甲也属于反伤技能，但是却不能吃到圣盾武装的增伤效果，通常不建议拿出来使用，因为像圣灵加护、格挡精通以及钢铁信念等秘法对骑士的增益更大。同时，骑士的主要输出手段并不是依赖反伤这一项的，而是多个战绩和秘法共同加起来的结果。圣盾武装对那些伤害频率比较高的敌人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同时，如果自己携带多个反击类技能，比如光明剑阵以及向量反弹，那么圣盾武装在这里也会有比较大的作用。总而言之，不是这个技能不强，而是实在是没有更多位置留给他了，所以这里我给2.5分。神罚烙印看起来是一个和圣盾武装组合使用的技能，实际上更适合与成圣追击一同使用。但是无论选择哪个，和圣盾武装一样，4个秘法空间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格子了。这个技能本身没有比较大的亮点，就算是不朽也只有12%增伤，固定伤害也没有那么可观。除了用来为成圣追击叠效果，实在是没有能让它发挥空间的地方了。更何况无论是成圣追击还是神罚烙印本身都不属于超标技能，那么在这里我会给1分。圣灵疗愈可以说是目前整个骑士技能中设计最拉的了，70%的概率要叠加6层，就意味着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做到每回合回复。当玩家为了频繁触发这个秘法选择4个光元素战绩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自身将处于极度缺乏抗伤的环境。如果仅选择光明剑阵，那么平均2到3回合才能释放1次圣灵疗愈。截图的时候我有900万血，但是这个秘法平均每2个回合只能提供不到8%的回复，
也就是每回合4%的血量。如果是为了叠盾，那么在这里我会推荐悲鸣之刃。如果是为了抗伤，那么无论是格挡精通，甚至师傅秘书都是更好的选择。如果只是单纯的回血，那么药师懒懒也是一个不二之选。这里我对这个技能评价是拉完了，所以只有0分。那么骑士五转技能解析以及推荐就到这里了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些技能原本的看法以及作用是什么呢？在看影片的时候，是否和我对这些技能有着相同的看法、用法以及理解，还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谢谢。最后，想要为自己的 Discord 打一个小小的广告，一个专注于攻略的讨论区，这里包含了超级齐全的各个职业攻略以及赛季攻略，每一个攻略都是秦大亲自审核过的，欢迎一起变强和养老。链接我会放在简介，想要加入的小伙伴可以随时加入，同时也欢迎大家为 Discord 助理解锁更多表情包，谢谢。